我是都看中股哦，这个我要出来讲一下。中股因为持有成本低廉的关系，真的就是铁板一块，屋主啊都比买方还能撑。因为你买方你要结婚，你小孩要出生，出逃一大堆，那你又不能接受，我说买方啊，又不能接受个3年以后才能住的，那就急着要用，所以急都是谁在急？买方在急，都不是屋主卖方在急。屋主哪有差？他那间空在那边卖已经卖7、8个月了。他也觉得没差，然后后来中介回来，被断电了，帮你处理完了，那你再打钱过来我这里，我帮你处理好。常常有这种事情，最近才去看一间，那个断电，我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很单纯，一通联系以后就是屋主忘记了，忘记就忘记，就这样。那屋主空屋都能撑，都没有关系，所以这个要分清楚，不然你就会拿着大刀砍向铁板一块的中股，然后你发现杀不动。中股是中股，预售是预售，吹冷风影响的是预售的成交价，吹冷风影响不了中股的成交价，吹的只是冷到的只是中股的广告价而已。这个东西要先就要知道了，中股铁板一块，目前我看起来真的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我人在高雄我所观察到的东西，跟你分享啊。我认为在过完年应该会各项指标都会好起来，包含那个成交量、买卖转移动数这些东西都会好起来。换句话说，现在就是房地产市场，不管是预售还是中股，最冷的时候。崩盘还是捡便宜，砍80万被呛，屋主竟然反向大降价。先说结论，现在房地产吹冷风，但基本盘还是很稳。我建议你能上车还是要赶快上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玩一季买房要多付多少钱，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现在可以狂杀价吗？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砍80万被洗脸，怎么会卖你？3个月后连降3次，房仲评问买不买？那内容是这样，就原 po 在3个月以前去看一间物件，价格700万，那物况是不好的，他就砍了80万。却被中介洗脸说怎么会卖给你这个价格，然后他就跑去买另一间，结果没想到这个700万的物件到现在还没卖掉。之前的房仲也一直跑来问说要不要买这样，现在他在网络上面看这间本来是700万的房子，开价变成629，所以原 po 就感慨说现在真的是可以入场的好时机，可以进行杀价这样。那我的看法是这句话可能只对一半，因为现在只是回归到比较正常的价钱，也不是什么屋主认赔你去查那个实登，大家还是赚多赚少而已。所以你要知道，现在该进场吗？那我们来聊一下，现在是不是进场的好时机？先说结论是，而且能上车赶快上车，越快越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刚好是央行打房加过年前，所以房市比以往都还要冷清。这个冷清呢，我预估至少要持续到过完年才会慢慢起来。往年都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过年前房地产不太会有动作，你现在买你是要怎样？你是要过年交屋还是过年装潢？对啊，所以没办法弄啦。那大家都是过完年再说，那过完年就会迎来一个叫329传统档期嘛，等于你现在去买房子就是一个稀缺人口，那自然就没有买方就你而已啊，那自然就好杀价。为什么我会判断到年后才会发生变化？因为有潜力可循。你看这张图，你看2016的时候，房地合一 1.0 刚上路，房价有下跌，那就是大家都还在看风向，所以有波逃命潮。情况就很像现在的房市，现在是第6波、第7波连续的打房政策，真的是有吓到很多投资客，所以大家都在观望。然后你也看到了12月19号央行理监事会议，第8波又不打了，所以现在又变安全，也就是说很可能在过年后也会引来一波交易热潮，热势也不会到多热了，因为马上就要遇到3月的理监事会议，但势必会比现在还热，因为现在可以说是最冷中的最冷，这叫过年前银行最没钱，然后怎样有没的，那大家都不想买的状况。换句话说，最冷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为什么要趁危机来入市呢？危机入市这个事情大家听到烂了，就巴菲特最喜欢的，什么买入价值被低估的公司股票，抱到它涨为止。好，这件事情难在哪里？难在它反人类反人性难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涨所以很容易会被市场的风吹草动骗到。巴菲特才需要每天盯新闻跟财报嘛。但是这件事情换到房市就很明显了。房市什么时候吹冷风？政府祭出信用管制的时候。房市什么时候吹热风政府政策松绑的时候，或是直接说就是要选举之前。那这个已经是固定周期了，可预测，而且很好预测。所以买房子的危机入市真的是不算什么危机啦。对我们来说就是要说捡便宜等收割，因为我们知道后面政策一改它又会喷上去。只有看不懂的人会说
啊，房市要崩了啊，出走潮，就不是啊。我们第一线在看自产的人，还是持续在进货，还是持续在行动。那如果你手上还有钱，我也建议你，你现在是好谈价钱的阶段，难道你要之后重大建设什么都落成才去跟人家花高价钱抢吗？那你是零间，你要买一间，那赶快去吧。现在是吹冷风，是买方占优势的时间。你是一间想要再自产多自产第二、第三间一样啊，现在是可以捡便宜的时候，又是大浪。当然啦，还是要挑到好地段、好社区，才能够实现这个获利有很明显的成长。那也祝福你找到一间很甜的房子，这样。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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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我特别说明一下，我人在高雄然后看高雄的房地产中古屋的部分，我自己的感受，那你要认真听一下，因为我待会要讲，居然外面都没有人提，那这个是很不合理的事情。好，不废话，先说结论，中古屋铁板一块，预售屋除了豪宅以外，都很难再创新高价，这才是
目前市场真实的模样。一说到房地产吹冷风，一说到2025房价要跌哦，流量就哗啦哗啦就冲进来了。那变成说做频道的制作人们哦，根据数据的表现，你不讲房价下跌这种流量喜欢的东西，反而是不专业的 YouTube 频道经营方法。但我就不是专业的所以我就来给他讲一讲。就是我依然很感冒新闻媒体一开口就是要崩房地产市场吹冷风，好像每个县市每一种产品都一起吹，都一起垮这样，这是我自己的感冒。那新闻会真的详尽罗列出来，就只剩做报告的研究生他才会去看嘛。我要表达的是，房地产是个很巨型、动态、复杂的市场，每一个县市都不一样。同个县市里每一种产品也不一样。我以后会好好说清楚，我现在正在讲的是中古还是预售，这两种真的是不应该混为一谈。现在讲的房地产吹冷风就要讲预售为主，这样才对。那为主是主到什么程度？为主到大概80%吧的这个分量。中古屋市场没有什么影响还是一样铁板一块。除了零零星星的破低价成交以外，通常那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那是屋主自己的问题，什么欠钱什么家人住安养院什么儿子女儿送出国念书那种急着用钱那就便宜卖。这事情你不用等到房地产吹冷风，那个平常也都在发生。那中古屋屋主就没有什么持有的压力嘛，就继续给他挂着高高的挂着卖。我之前上节目拍的影片我就有讲过了，中古屋是开价降低，底价不变。这边是房仲经营的结果。因为在市场一片大好的时候，中古屋会怎样？会房价大涨，会导致什么？屋主拿出来卖？不是，会导致屋主超级惜售，导致供应量反而变得很少。真的是这样，一个东西一只股票正在涨，你去把它卖掉干嘛？好，那我是拿股票类比，我不是说房地产就是要当做股票这样。我要表达的是手上的东西正在涨，大家是惜售的，手上的东西好像不会动了，那个大家才会拿出来卖。好，那供应量超少大涨，那你有机会卖出房子的溢价，那等等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真实的情况长这样，叫做中古屋的屋主拿出来给你卖，签给中介的底价是1200万，那以往都是在网上开一个数字，比较好看的数字，准备给人家杀价，比方说就开1398，他底价签1200然后广告上看到是1398准备来给买方杀，不然怎么办？大家买个房就是要给人家杀价，那市场太好了，愿意拿出来卖的屋主太少了，变成说，我说之前变成说，中介好不容易开发到一间愿意卖的房子底价1200签给你，中介想一想看一看以后，他就会怎样？他就会在刚刚的那张纸上写1398万把它划掉，改成1498万，让助理去上591广告。因为市场怎样正在疯，然后货超难找的没有人要卖难得有一件要卖，我要开高价，此时会造成一个东西叫溢价。溢价为什么不赚？然后现在房地产吹冷风，吹冷风上会变成怎么样？会变成说叫助理把刚刚那间1498把它改成1298，贴近底价。请问底价有没有变？1200万有没有变？根本没变这个就是中古屋目前实际上的样子。经过这样一改价钱，591上会记录什么？记录你这间降价，降幅达到200万，然后就出现了大跌的声音，对不对？数字上看都是对的，但屋主哪有差？屋主从来都是这个1200万都没有变嘛。中介是不会去找屋主把底价前低的这件事情，都把直接用瞧的，因为他假设放出去放给8家中介，好，就有一家突然来找他说底价要降低，屋主的反应是什么？那其他7家为什么不用？他就不跟他合作了。所以中介不会做这种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那就是真的有人出到比方说1150附近，他拖出来谈，然后那个底价之前签1200再说，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房地产吹冷风这件事情，中古跟预售要分开来看。中古还是我很熟悉的中古，铁板一块。预售就是新闻中的预售，各种状况我是都看中古这个我要出来讲一下。中古因为持有成本低廉的关系，真的就是铁板一块，屋主都比买方还能撑。因为你买方你要结婚，你小孩要出生，出逃一大堆，那你又不能接受，我说买方又不能接受个3年以后才能住的，那就急着要用。所以急都是谁在急？买方在急，都不是屋主卖方在急。屋主哪有差？他那间空在那边卖已经卖7、8个月了，他也觉得没差。然后后来中介回来，被断电了，帮你处理完了，那你再打钱过来我这里，我帮你处理好。常常有这种事情，最近才去看一间那个断电，我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很单纯，一通联系以后就是屋主忘记了，忘记就忘记，就这样。那屋主空屋都能撑，都没有关系，所以这个要分清楚，不然你就会拿着大刀砍向铁板一块的中古，然后你发现杀不动。中古是中古，预售是预售，吹冷风影响的是预售的成交价，吹冷风影响不了中古的成交价，吹的只是冷到的只是中古的
广告价而已，这个东西要先就要知道了。中古铁板1块，目前我看起来真的是这个样，这就是我人在高雄我所观察到的东西，跟你分享啊。我认为在过完年应该会各项指标都会好起来，包含那个成交量、买卖转移动数这些东西都会好起来。换句话说，现在就是房地产市场，不管是预售还是中古最冷的时候，那不就好了？对啊，我还以为会有多惨呢，看起来只是这样而已啊，情况都比我想象中还要乐观很多，跟你分享。